054A 人称新青年，已经建造30多艘，是中国海军建造数量最大的战舰，非常成功。但054A 也受到基本设计的限制，需要接班人了。054B 的传说不断，8月26日，054B 首舰下水。据估计，054B 的长度增加到147米，宽度18米，排水量可能增加到6000吨。具有尾顶旋转双面阵，有圆电扫雷达和后舰桥综合桅杆。换装100毫米舰炮，直升机甲板加长加宽。但关键问题还是存在，054B 在定位上与054A 有什么异同？由于出色而且均衡的防空、反舰、反潜火力，054A 曾经是作为小驱逐舰使用的，现在依然时常作为准驱逐舰使用，也成为人们对054B 的期望。但054A 是护卫舰，驱逐舰与护卫舰的界限不再分明，但一般说来，驱逐舰以舰队作战为主，护卫舰以护航和巡逻作战为主。也就是说，驱逐舰主要用于编入航母战斗群作战，或者作为领舰率领水面战斗群作战；护卫舰则主要用于船队护航，或者独立的中低烈度巡逻作战。中国海上贸易高度发达，但尚无突出的船队护航要求。船队护航实际上不是一般的贸易性商船队护航，而是战时用于军事物资运输的征用商船队的护航。在战时，中国的海外贸易伙伴很可能由于政治压力而大部分终止与中国的正常贸易，所以商业护航的需求未必存在。除非中国军队建立海外战场，军需船队也不是大问题。054A 现在作为准驱逐舰使用，主要是防空僚舰。海虹16有效地覆盖了远程的海虹9和近程的海虹10之间的中程防空需求，反潜能力当然也非常有用。054A 将来可能作为第一岛链内海上控制中必要的海上存在使用，在岸基空中、岸岛力量和海上流动的航母支持下，分散部署的054A 均衡的防空、反舰、反潜火力和适中的续航力正好成为有用的海上控制节点。052D、DL 和055大量服役了，055已经有8艘，052D 已经有25艘，054A 不再需要作为小驱逐舰使用，也不需要054B 干这事，航母护航就让驱逐舰去干吧。要跟上航母编队，054B 必须大大增加推进功率。任何从增加 C4IS2 能力、航速和吨位出发的054B 都是与052D 不必要的竞争，在成本上并无突出优势，在数量上也是不必要的补充。中国大造054B 原因只有一个，用低得多的成本建造性能不错的新一代中型战舰。054B 的成本控制非常重要，双面阵比052D 的四面阵的成本要低，但要达到传说中的30节航速，成本就成问题了。现有的 Code 全柴推进已经不行了，既要增大吨位，又要提高航速，4台柴油机已经榨不出那么多功率了。换增加功率的 Kodak 柴燃交替需要全面更改动力设计，不是换一台发动机就完事的。燃气轮机的转速高得多，需要更大、更复杂的减速箱。2台燃气轮机、2台柴油机的改装还好弄一些，但成本直逼052D。一台燃气轮机的机械设计要彻底推倒重来，成本就不可能低了。采用更加复杂的 Kodak 柴燃电联动、交替甚至 IP 综合电推可以提高安静航速，对反潜有利。IP 还可在推进和雷达用电之间动态优化，但电推不提高推进功率，对最高航速没有多大用处。这是比 Kodak 更加彻底的推倒重来，而且是中国战舰中率先采用 Kodak 甚至 IP 的，与低成本初衷背道而驰，更加不可能延续054A 低成本的优点。用油车低成本改装新型号的时候，有改混、有改电都是可以概率带马上就放弃的选项，那样改还不如全新设计。054B 在构架上还是延续054A 的，成本不会因为海教护卫舰就自动降低的，但054B 的吨位增加近 50%， 这似乎是矛盾的。如果换一个思路，或许就不矛盾了。075是中国海军新一代2栖攻击舰，人们的期望很高。075不仅有宽大的甲板，可搭载大量直升机甚至无人机，还因为采用了较低的建造标准而保持了低成本。据说075的造价只有福建号的1/4甚至更低。075既不是2栖攻击专用舰，也不可能替代航母，
但解决长航时无人机起飞和降落问题后，可以作为有效的海上 C4ISR 中心，极大地补充航母的作用。不过075能做到低成本，一部分原因来自低得多的航速要求。据报道，075的最大航速在22节水平，与黄蜂级、美国级一样。船型短肥，没有舰载机起飞，捉舰相对风速的要求，高航速的代价就不必要了。054A 的最高航速为28节，航母的最高航速为30节。054为航母护航，有航速不够用的问题。航母不会一直保持30节，但航母为放飞、回收而时不时加速时，054A 就要掉队，终究是不妥的。驱逐舰就没有这个问题，驱逐舰的最高航速与航母相同，也是30节。与此相对应，专业的直升机航母最大航速也是30节，如日本的出云级。两弓兼直的直升机航母才是22节，但这扯远了。但054A 为075护航，航速是绰绰有余的。实际上，进一步放宽到25节都足够。这反过来给054B 提供了机会，增加吨位，降低航速，提高战斗力，但放弃小驱逐舰的思路，专心做护卫舰。用于给两弓护航依然不是传统护卫舰的思路，但比较接近了。较低的最高航速也对独立巡逻作战更加经济。按照海军部系数定义 ，CD 2/3 S3 HP，D 为吨位 ，S 为速度 ，HP 为功率。假定海军部系数相同，速度从28节降低到25节，吨位可以从4000吨增加到5500吨，而功率不需要增加。降低到24节的话，吨位更是可以到8000吨，而功率不需要增加。反过来，从航速25节，但吨位增加到6000吨的话，功率需要增加 6%。054A 的动力是20年前的水平，技术进步达到这样的功率增加是很现实的要求。再增加一点以提高发电量，满足雷达和系统的功率要求也不难做到。这当然是非常简单化的计算，但也指出用航速换吨位确实是可行的。时至今日，在舰船成本里，吨位相对不占主导，成本的一个大头来自作战系统，另一个大头来自动力系统。要控制到低成本，只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实际上，在没有看到烟囱的更多细节之前，认为054B 还是全柴动力并非毫无根据。柴油机的进排气量小，烟囱降红外特征的压力低，燃气轮机要大得多，烟囱很有特征。052D 有显眼的突出的圆烟囱，55有高大的带大侧栅的烟囱，054B 的烟囱较小，而且没有任何可见的侧栅，只能推断进排气和降低红外特征的压力低，因此更可能依然是全柴动力。有6000吨的吨位，054B 可以在前甲板换用32管850毫米通用锤发。有8000吨的吨位，在现在鹰击83导弹的位置都可以换装16管通用锤发，但8000吨看来不可能。鹰击83用鹰击12换下来，也是超过欧美护卫舰水平的反舰能力。通用锤发的口径达到850毫米，但实际上有长管、短管之分，只有长管才能发射重型、超长的导弹。有说法短管能发射1坑2弹的海虹16，还能发射1坑4弹的 PL-15，还能在 CEC 控制下发射海虹9，当然还能发射反潜导弹和陆攻巡航导弹。鹰击18可能太长了，但换装的鹰击12依然比054A 的鹰击82威力大多了，对于护卫舰够用了。继续使用954A 的热锤发也是可能的，但弹舱威力和容量就受到限制了。舰上防空反导的威胁环境与陆地相似，传统的飞机和巡航导弹威胁就那么多，但无人机、巡飞弹、隐身导弹的饱和攻击威胁越来越大，弹舱容量十分重要。否则眼明手快的有源电扫雷达指挥锤发和导弹，一抬手就打完了。32管通用锤发的管数没变，但1坑4弹是极大增加弹舱容量的，这也是美国星座级的做法，可以发射 SM-6， 但主要防空弹药容量来自1坑4弹的 ESSM。 同时，如果不换通用锤发的话，054B 的作战系统空间并没有增加那么多，单纯是为了改善舰上生活条件，不需要增加近 50% 的吨位。对比054A 和054B 前主炮与舰桥前端的距离，似乎也支持054B 换装了更大的锤发的猜想。
2023-090-106-404-1275 JPG 2023-082-90-90-118-457 JPG。机库看来还是单机库，但尺寸应该与更大的直20相适应，有效加强了反潜能力。雷达换用有源电扫是必须的，没有用 052D 那样的剑桥四周的大型四面阵，也没有用欧洲流行的围顶小型四面阵，而是两者折中，采用围顶旋转双面阵。在机制上是 054A 背靠背双面阵的有效延续，但有源电扫的性能提高是不言而喻的。综合桅杆不仅整洁、隐身，也改善了电磁兼容性管理。100毫米舰炮解决了可靠性问题后，威力和射程显著高于76毫米舰炮，甚至可用制导炮弹执行低端防空反导反小艇作战，这是打低性能无人机、无人艇的利器。适航性和海上自持力也随着吨位显著提高。直20的反潜效果大大高于现在的直9，航速虽低，但与075配合使用绰绰有余，用于典型船队航速低于20节的商船队护航更是没有问题。在独立执行海上巡逻任务时，遇到高速海盗船，用军舰去傻追是不妥的，出动直升机有效多了。用于反潜时，也不是靠自身航速去傻追核潜艇，而是靠体系的围追堵截，这和警车追标车是一样的道理。用于第一岛链海上控制任务时，由于通用垂发和双面阵，比 054A 更加有效。这才是 054B 的真面目吗？不知道，可能不需要多久就知道了。